你绝对不该去伤害一个水瓶座。我说的不是那种朋友间的小打小闹，而是真正的触及底线的伤害。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惊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你等于是往一口深不见底的宇宙古井里丢进了一颗石头。而业力，或者你称之为因果、命运的那个东西，它不仅仅会给你回应，它会停下手上所有的事情，凑到井边，仔细倾听那块石头落水的声音。伤害他们，会唤醒一场你看不见的风暴。今天我就要带你一步步揭开这场风暴背后的宇宙法则。我们会讲好几个原因，但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其中第二个原因，它不会让你愤怒，不会让你悲伤，而是会让你彻彻底底的哑口无言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晴。作为一个专栏作家，我总喜欢从旅行和生活里去观察人与人之间奇妙的连结。而我慢慢发现，有些定律，特别是在某些星座身上，真的屡试不爽。而水瓶座就是其中最特别的那一个。第一章，冰山下的灵魂。你印象中的水瓶座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觉得他们有点冷漠，有点疏远，像个外星人，总是跟你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？你觉得他们难以捉摸，情绪稳定的近乎不正常，好像什么都不在乎。那只是你看见的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。在那片看似平静，甚至有些寒冷的水面之下，隐藏着一个巨大、深邃、感受一切，并且记住了这一切的灵魂。他们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他们的在乎用的不是你所熟悉的方式。他们的灵魂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，默默吸收着周遭所有的情感粒子、能量流动，以及你言谈举止间最细微的信号。他们不说，但他们什么都知道。所以，在你觉得你了解他们之前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你看到的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，还是他们的全部？第二章，沉默的鉴识专家。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一个关键点，他们永不忘记。水瓶座可能会在你犯错后微笑着对你说没关系，甚至还会帮你找台阶下。但请你相信我，千万别被那个微笑骗了。你的所作所为就像一笔一划的刺青，已经被永久的、清晰地刻在了他们的灵魂深处。他们不是记仇，记仇是带有情绪的，而水瓶座的处理方式比那要高级得多，也冷静得多。他们只是永不忘记。这就像一个极其精密的档案系统，每一次的失望，每一次的背叛，每一次言行的不一，都被贴上标签，归档储存。他们不会时常拿出来翻阅，但那个档案永远都在。这也引出了他们另一个可怕的天赋，他们是沉默的分析师，是灵魂的鉴识专家。当你还在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解，或者试图用花言巧语掩饰什么的时候，水瓶座往往是安静的。但他们的沉默并不是放空，而是在高速运转。他们的大脑此刻就是一间顶级的鉴识实验室。他们在分析你的语气，那细微上扬或下降的声调泄露了你内心的真实情绪。他们在观察你的能量场，那种围绕在你身边、肉眼看不见但能被清晰感受到的氛围，是诚恳还是闪躲？他们在比对，把你此刻说的话和他过去的行为放进一个叫做事实的天平上称重。他们就像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灵魂鉴识官，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已经收集了所有关于你的微表情的残影、语气中的裂痕、逻辑上的漏洞。他们不需要大声质问，不需要跟你当面对质，那太不优雅了，也太耗费能量。他们只是在沉默中收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，直到所有的碎片拼凑起来，一幅完整的关于你究竟是谁的画像，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。第三章，复仇的重新定义。
所以，当证据确凿，当他们内心的法庭安静地敲下法锤，认定你已经彻底越界的时候，你以为一场暴风雨要来了吗？你以为他们会尖叫，会哭喊，会跟你撕破脸，会把那些他们默默收集的证据一件件甩在你脸上吗？不，恰恰相反。水瓶座是极度厌恶戏剧化冲突的生物，在他们看来，那些激烈的争吵是一种非常低效且不体面的能量消耗。所以，他们的反击，他们的报复，不是你想象中的任何一种，那是一种更安静、更彻底，也更让你胆寒的方式。第4章，人间蒸发。这就来到了整件事的高潮，也是你种下的因所结出的第一个，也是最直接的果，来自水瓶座的终极惩罚——人间蒸发。这不是电影里的那种突然消失，它更像是一次极其缓慢、安静的潮退，你甚至一开始都察觉不到。一开始可能只是他们回复你信息的速度变慢了，从秒回到几小时，再到已读不回，然后是他们主动找你的频率降低了，直到归零。再然后，当你约他们见面，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听起来无比合理又无法反驳的理由。抱歉，那天刚好有安排了，最近有点累，想自己待着。他们不会拉黑你，不会删除你，那是小孩子才做的事情。他们只是把你从他们的生活优先席里一层一层的安静地移出去，直到有一天你猛然惊醒，环顾四周，才发现这个人已经在你的世界里，情感上、精神上，甚至物理上都彻底消失了。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质问的理由，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自然，如此平和。而一旦他们内心的那扇门彻底关上，你就会体会到那种传说中比冰还冷的温度。那不是一种带有情绪的冷，不是赌气，不是愤怒的冰霜，那是一种物理性的抽干了所有温度。就像你在冬天清晨伸手去触摸户外的铁栏杆，那种寒意会瞬间从指尖窜到你的心底。他们的眼神会从过去那片可以让你安心畅游的温润湖泊，变成一片光滑、坚硬、无任何波澜的冰面。你能从那冰面上看到自己惊慌失措的倒影，但你再也看不见湖底的任何风景，也感受不到一丝毫的暖意。他们用这种极致的寒冷来告诉你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而有时候情况会更残忍，他们甚至不需要离开，他们会对你进行一次情感删除。这是一种近乎玄学但真实存在的操作。你们可能还在同一个公司上班，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甚至还会点头微笑。但是你还记得那种感觉吗？你兴高采烈地跟他分享一件趣事，他的眼神却好像穿过了你，看到了你身后的墙壁，然后礼貌地点点头，任何情绪。你的笑话掉进了真空里，激不起半点回音。你试图发起一次走心的谈话，你的话语却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、柔软又坚韧的墙，然后无声地滑落。你就在他面前，但你已经不存在了。你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再也无法在他心中激起任何涟漪。那种身处同一空间却被彻底隔绝的孤独感，那种你说了10000句话却得不到一句真实回应的窒息感，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令人感到绝望和恐惧。你是否也曾感受过，或让别人感受过这种情感蒸发式的对待？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星座和故事，让我们看看谁最懂这种感觉。第5章，最温柔的致命一击。但你以为这就是最可怕的部分了吗？不，现在我要揭晓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会让你哑口无言的第2个理由，那就是他们不带恨意的放手，而这才最伤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恨你，
跟你吵，跟你闹，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：你在他心里是占有分量的，你的行为能够牵动他的情绪，激起他内心的波澜。恨是一种扭曲的、痛苦的连结，但它终究是一种连结。但水瓶座的告别是干净的缺席。当他们决定放手时，他们会把关于你的所有负面情绪打包清理，然后彻底删除。他们不恨你，因为恨需要持续投入能量，而你已经不配再消耗他们任何一丝一毫的能量了。他们甚至会祝福你，真心的希望你未来一切都好。他们就那样带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和悠扬，转身离开，继续自己的生活，仿佛你只是他漫长旅途中的一块小石头。他曾被绊了一下，然后站起来，拍拍尘土，继续往前走，甚至都懒得回头再看那块石头一眼。而这种平静的告别，这种我祝你安好，但我们后会无期的姿态，对那个伤害他的人来说，才是最温柔也最致命的一击。因为你终于意识到，你对他而言已经彻底不重要了，你的存在，你的离去，都无法再影响他分毫。你被剥夺了甚至被憎恨的资格，而这正是业力最偏爱的剧本。因为当一个人在遭受背叛后，没有选择以牙还牙的恶毒，而是选择了自我疗愈的平静时，宇宙就会觉得这个人值得更好的。于是宇宙会亲自动手，拿走你身上的一些东西，作为对那个善良灵魂的补偿。终章，你失去的是一个宇宙。所以你看，伤害一个水瓶座最可怕的地方，从来不在于他们会如何报复你，而恰恰在于他们不会跟你一起沉沦在泥潭里。他们会转身，把背叛的伤痛当作燃料，把自己练成一个更强大、更通透、更独立的人。他们会把你看作是一次升级的契机，一次 bug 修复。他们会感谢你教会了他们一些事，然后把你彻底的、永远的抛在身后的人生里。而你呢？你失去的是什么？你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人，你失去的是一个在你最混乱、最不堪的时候，唯一能看懂你内心兵荒马乱，却依然愿意给你一个拥抱的灵魂。你失去的是一份无需太多言语的深刻理解，一个能在喧嚣世界里给你提供片刻宁静的避风港。你失去的是进入一个无比独特、有趣、装满了星星和奇思妙想的内心世界的唯一门票。它们是那种你拥有时可能觉得理所当然，可一旦失去，你才会用余下的岁月，在无数个深夜里反复去怀念和追悔的稀有的灵魂。而业力会非常公平地确保你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当你迫切需要那种深刻的理解和无条件的接纳时，让你清清楚楚地记起你曾经亲手推开过这样一个宇宙。那时你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为时已晚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不只谈星座，而是更深的去探索人性与情感的旅程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成为我的旅伴，我们才不会在下一次的探索中走散。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继续分享你的故事，关于那个让你印象深刻的水瓶座。